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在公司干了小半辈子，我和几个老伙计看着公司从小做大。今年世道不好，公司却挖了个高管，将我们全部逼走。如老板所愿，旧的包袱全部甩掉了。不过新项目提案的时候，他竟发现没人能做。老板转头回来找我，不好意思，我和几个老伙计单干了。很快，公司最后的项目也黄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干了20年，年轻的时候，我跟几个老伙计没日没夜的加班，眼见公司从小变大，终于成了区域叫得响名号的大公司。但是这2年大环境不好，公司业务也急剧下滑。今年年中，老板给我们全体开了个会，他大倒苦水，给我们分析现在新项目进不来，老项目又临近尾声，公司只剩5-6个项目，大部分还是尾盘，核心项目只剩1个，1个月营收不足20万，扣掉运营费用和开支，他几乎就是贴钱在养公司。同事们都感同身受，知道老板不容易，也想着和公司一起共度难关，所以即便老板停掉了所有福利和补贴，大家也没什么怨言。可是没过几天，老板却转头挖来了一位高管，管理我们全公司。他说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，在逆境中更要主动出击。我跟老伙计都很纳闷，别的公司现在都是收缩过冬，哪还有挖高管的？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，原来老板使的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新高管宋家明上任第1天，就给全公司颁布了新的政策，绩效考核，末位淘汰，并且根据绩效结果直接与我们的薪水挂钩。宋家明要求严格上下班打卡计时，迟到扣绩效，早退扣绩效，不打卡就是做旷工。另外他强调，每次打卡必须在公司，不接受任何理由。同事都很诧异，新高管不是来拓展业务的吗？怎么搞起自己人？因为他说的方式虽然看起来合理，可跟我们实际工作情况相比，出入却很大。我们广告公司，客户常要赶稿改稿，加班到凌晨也是常有的事，所以之前我们在加班后，第2天会默认晚点到公司，反正早上客户也没什么工作要求。可他却说，加班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效率问题，公司不予考虑。而打卡地点的要求就更夸张了，客户都有开会要求，公司大部分人也会需要相当时间跟甲方沟通，尤其是我们几个总监，几乎1半以上时间是泡在客户那的。以前本着方便和就近原则，我们根据时间，常常早上直接去甲方开会或开完会回家。现在的意思就是宁可要多花几个小时，也必须到公司一趟。我跟几个老伙计开始咂摸出味来，因为这事情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，不仅开会的影响大，而且一刀切后，对于手下年轻人来说怨念更重，又增加了我们的管理难度。最后工作出了问题，还是要我们几个兜着。老伙计跟我私下抽烟时抱怨，老陶，你说新来的宋家明这一出，不会是老板想借刀杀人，卸磨杀驴，逼走我们吧？我当时还挺天真，说不至于吧，都是干了20年的老员工了，怎么也是为公司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的。我安慰他们，现在世道实在不好，外面减员增效什么的听多了，上下班打卡也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，大家熬一熬，我们年纪大了，能先过着总比中年失业强。可是我们想忍，
公司却不给我们机会。很快，新的政策又出来了。这次宋家明要求我们每人量化自己的工作，大家瞬间炸锅。我们是广告公司，输出的是创意和服务，这玩意怎么量化？但是宋家明不管，他说：“你们做提案不是也有数量吗？文案每个月给甲方出多少内容，设计每个月做了几张海报，不都有数量？按往前3年的工作量倒推，取平均值，做不到就是工作量不达标，绩效扣分，工资打折。开玩笑，往前3年是什么市场环境？现在是什么市场环境？现在项目量连前几年的1/3都达不到，更别提新项目提报。”宋家明说：“这就是你们的问题，工作量大幅下降，你们还想拿以前的薪资？”我终于感觉到不对劲，这已经摆明了是针对我们。这2年虽然业务减少，不过人陆陆续续也少了大半，因此下面的执行文案和执行设计，每人身上还是背了2-3个项目，工作量整体差的不大。但对我们这些创意总监、设计总监和文案总监来说，因为我们统管全部项目，确实经手的工作大幅减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绩效量化起来，铁定是不合格的。作为老家伙和全体员工的代表，我不得不去找宋家明谈一谈了。考虑到他新官上任，我不想服了他面子，说得很委婉：“宋总，你刚来不久，可能公司里有些情况不是很熟悉，所以我想跟你沟通下。”没想到他直接看都不看我：“你要跟我说绩效的是吧？这是没得谈，你也别想倚老卖老。”我张着嘴，正要跟他摆事实讲道理，被他一呛，顿时心里极为不爽。“宋总，老板请你来管理公司，也不是让你胡来的吧？之前考勤的事，你不顾我们工作实际情况，实行一刀切，员工已经很不满了。现在你把前3年的旧工作翻出来当我们的考核标准，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今年的形势和项目量跟前3年能比吗？”宋家明不屑地抬眼笑了笑：“考勤有问题吗？上下班打卡天经地义，你们之前乱搞，我没追究你们责任已经不错了，你现在还敢来跟我提工作量不足，那是我的问题吗？你觉得工作不饱和，就把下面人开掉自己上，不然凭什么拿那么高工资？公司是给你养老的，没项目，你们不会自己找吗？老客户联系过没有？新客户拜访过没有？只会伸手要奶吃，还提这提那的，你不是倚老卖老是什么？”这下我是真火了，拍着桌子：“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我们本来就是技术岗位，业务拓展是你的事，老板把你找来，不是让去开拓新项目吗？你拓来几个？自己做不出就反手掏别人碗里的饭。陶然，我敬你是老员工，才没对你大呼小叫。我过来是刘总让我全面管理公司的，开源节流并行，你不懂吗？怪不得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只会跟我在这吵。再说，我前几天不是就给你们对接了几个项目？”他说的几个项目，我都快笑出来。那几个你也好意思说？现在我们是沦落到什么地步了？连3000块的婚庆都做，你也不怕说出去被同行笑话？你知不知道，只要走出这步，以后都别想再接正式项目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戳到他痛处，他突然跳了起来：“大的没本事吃，小的又看不上，活该你们这群老家伙被淘汰。反正绩效的事没得谈，你要说找刘总去。”说到这里，我知道跟他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，出门转身去了老板办公室。不过老板自从宋家明来公司之后就不怎么出现，我在他办公室找不到他，只好给他打电话。
老板接通电话后，起先还挺客气。我想着，我们跟他干了这么多年，肯定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，所以将苦水一股脑倒了出来。可他在整个过程中全都没说话，直到我说完，他才压着声音说了句：“我知道了。”我说：“刘总，我也知道现在市场不景气，公司很难。如果说公司要大家共度难关，跟我们开诚布公讨论降薪的问题，我相信也有人能理解。但是宋总这样干，只会寒了大家的心。您说是不是？”我已经将姿态放得很低，满怀希望地等着老板肯定的答复。但是他沉默一会，却直接把我挂了。接着，我收到老板发来的微信：公司要挺过寒冬，就要破旧立新。你是老员工，更要支持公司刮骨疗伤的举措。宋总是大公司过来的，他有这方面经验，我无条件支持他的所有决策。我还有事，先不跟你说了。看到信息，我足足愣了半分钟，终于醒悟过来。老板说的刮骨疗伤，就是要刮掉我们这些老骨头吧。再回想这段时间公司的种种举措，除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，老板早就以各种名义把之前跟我们的中坚力量都逼走了。只是碍于情面，又考虑客户那边的影响，他不好直接向我们下手，所以才招来这么个人，借他的手让我们知难而退。我不无唏嘘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2位老同事，他们全都义愤填膺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我们当初为公司那么拼，世道好的时候，别的公司花几倍的钱来挖我们也没走，现在倒好，嫌我们老骨头碍事了。我看老陶既然已经把话挑破，这刀也快落下来了，我们几个也可以早做打算喽。而宋家明那边，大概是老板也跟他通过气，更加有恃无恐，现在已经变成在办公区直接找我们的麻烦，只要一点不按他的规矩执行，就毫不留情面地指着我们鼻子骂，稍微辩解，他就以平时工作表现的名义计入绩效扣分。我知道公司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不出所料，到了月底，我们3个老家伙的绩效同时垫底。宋家明把我们叫到了办公室，不过这次出乎意料，他倒是态度装得很好。你们3位都是公司的老员工了，这个表现让我很为难啊。之前说过绩效末位淘汰，你们让我在员工面前怎么办？设计总监许亮脾气最爆，直接跳起来，你不用再装模作样了，我知道公司就是要逼我们走，我没问题，不过裁员的赔偿你1分也别少我的。宋家明笑了笑，裁员？我们可没裁员，是你绩效不合格而已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离职，公司会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，给你补发2个月的工资。按他的说法，公司没有要求我们离开，但是作为垫底的惩罚，我们的工资全都要打3折。什么时候我们绩效恢复合格了，什么时候薪水才能恢复？如果忍受不了，我们就是自行离开。老板还是看在我们老员工的份上，才人道关怀2个月薪水，别的员工都没这待遇。我们当然不会那么天真的认为薪水真的还能恢复。不仅如此，谁知道接下去他还会找什么理由继续克扣我们的工资？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20年，到最后补偿2个月就想打发掉我们，这个我们自然不能答应。我拍着桌子跟他吵，说如果公司不能给我们个合理的交代，我们就去仲裁。他显然是有备而来。你们知道现在仲裁要等多久吗？我上一家公司，有同事跟老东家打官司，最起码要排到2年之后。这2年里，公司1分钱薪水也不会给你们，而且你们觉得
顶着跟公司仲裁的名头，还有哪家公司敢要你们？看他趾高气昂的模样，我气得发抖。文案总监赵阳掏出电话打给老板，可是打了几个都没人接，打到最后，电话直接被挂掉了。宋佳明这时候也已经不再伪装，坐在他的大班台后面，靠着椅背抱着胸，用不屑的眼神扫视我们。三位大叔，世道变了，真以为自己不可或缺呢？现在公司只剩5个项目，其中2个马上也要结束，到时每个月只有10万出头的收入。你们还想像原来一样被养着？那老板吃什么，我吃什么，其他人吃什么？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人有的是。现在5000块的工资，大学生挣破头皮一大把，是走是留，你们自己选，别在这里耽误我工作了。他到最后也没说要裁掉我们，可处处恶心我们，要逼我们走。但我已经对他无感，在我眼里，他只是个跳梁小丑。不过最后他倒是说了真话，世道好的时候，老板赚钱是自己的，世道不好了，我们就成了吃他碗里的累赘。所以千方百计要逼走我们，或者让我们做最廉价的劳动力。直到这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创业时跟我们称兄道弟的那个老板，才是真正的小人。拉过已经在暴怒边缘的许亮和赵阳，我说我们走，既然公司觉得不需要我们了，我们就公事公办。走出宋佳明办公室之后，我们很快看到他在群里发了条信息：明日项目开会，孙静啊、马明跟我一起参加，早上8点半在公司集合。我跟老家伙们相视一笑，这就是正式把我们踢出项目组了。果然没多久，几个项目组和公司的大群都把我们踢了。行政特意将一张加盖公司公章的通知贴到我们办公区，即日起，项目所有工作由宋总统筹安排，月底根据个人工作量进行考核，工作量为0者停止发放薪资。我们都知道这条是针对我们的，不过公司也太想当然了吧，真以为劳动法是他们写的，既然要耗，大家就耗到底好了。公司的各种动作和通知一发出，员工就猜到怎么回事了。现在公司里仅剩的人，大部分是我们带出来的徒弟徒孙，所以他们很快把我们拉出去，问到底怎么回事。我将宋佳明跟我们的对话一说，大家都义愤填膺：师傅，他怎么能这样对你们？好歹这么多年，公司大小业务都是你们做出来的。就是，我看公司连老大几个都想逼走，我们也做不长了。这狗姓宋的，一来就不干人事，我也不干了，明天开会不去了。我赶紧让他们打住，你们还年轻，现在世道不好，工作不好找，你们先稳着别动。我们几个老家伙底子厚，还能扛一阵。你们都是要养家糊口的时候，犯不着为我们的事跟公司闹僵。我劝住他们几个，让他们先回去，明面上也别跟我们再有什么牵扯，还是做好手上的工作。接着我们几个老家伙商量了下公司的条件，我们肯定不能接受，那就只有一条路，仲裁。反正拖着就拖着，我们又不是拖不起。我找了律师朋友咨询，他问我几个问题：第一，公司出台相应绩效调整的措施有没有发布正式通知？你们有没有签字确认？第二，公司提出的要求有没有向你们提供书面材料？有没有经过你们的允许？第三，你们打折后的工资是否低于原先劳动合同承诺的收入？我说都没有，他只是口头通知，薪水却是远低于劳动合同。律师朋友告诉我，那就没得跑了，公司非法降薪，他让我们向公司去要降薪的说明。如果公司出具不了令人信服的理由，
我们就可以告公司，要求公司赔偿。第二天，我们3个老家伙到公司的时候，除了行政和财务外，公司一个人都没有。看着空空荡荡的办公区，我们几人相视苦笑。这么多年一起走过来，说跟公司没有感情是假的，但谁也不会想到是这个结局。不过还能怎么办呢？这都是公司逼的，而且最恶心的是，公司连我们打卡机的指纹都删了，意思我们不能考勤，就相当于没有上班。我们去找行政小姑娘唯唯诺诺，陶总，这都是宋总让我弄的，我就是个干活的，你也别为难我好不好？我当然不至于为难一个小姑娘。于是我们3人用带时间水印相机拍下到岗时间。宋佳明真的可笑，以为这种下三滥的小手段也管用，是不是以为我们几天没打卡，还想以旷工名义开除我们？不过我们不会上他的当，只要公司1天不出正式辞退的通知，我们就上班1天。期间我在公司的时候发生一件好笑的事，我们现在的营收大头，也就是我们最大的客户，之前每周的例会都是我跟赵阳和许亮同时到场的，这回换了宋佳明带2个年轻人去。他们企划经理直接打电话给我，老陶，这星期的会你们怎么不来开？我刚要说话，就听到那边宋佳明讨好的声音，王经理，陶总因为个人原因，以后不负责这个项目了，将来项目由我来跟进。啊，老陶要离职了？没听他说起过呀。老陶，你什么情况？我这才知道王经理是开着免提，不过我没给宋佳明留面子。老王，我还在公司呢，不过宋总不让我来开会，现在公司还没给我下正式通知，我就在公司等着。王经理立即反应过来，也没挂电话。宋总，你们公司怎么回事？陶总服务我们这么多年了，人说换就换，你们内部的事我管不着，但好歹要跟我们提前沟通吧。我看你们是不是连甲方也想换了？后来跟去一起开会的小孙告诉我，王经理数落了宋佳明半天，最后宋佳明实在没办法，给老板打电话，老板又打电话给王经理解释很久，这事才暂告段落。不过后面的会议上，王经理把宋佳明的方案全毙了，又指着他的鼻子骂，没这个本事别整幺蛾子，要是方案再通不过，直接广告服务的月度考核也要打折。小孙说，虽然他们忙了几天的方案被毙了，但他看着宋佳明被骂就是爽。我让他别幸灾乐祸，方案过不了，最后还是落在他头上。我早看出来了，宋佳明业务能力很弱，只会溜须拍马搞关系，这在市场好的时候还行，反正甲方也不愁卖，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。现在大家都拼真本事，甲方都难，还不把他们往死里虐。这件事之后，宋佳明估计跟老板也商量了这事，觉得拖着我们不是办法，不然他没法正式向客户交代。而且他听行政汇报后也知道了我们拍照打卡的事，只要我们每天都来，他们还真没法算我们旷工。于是行政正式向我们下了书面通知，鉴于我们绩效考核不合格，公司根据规章制度对我们3人予以劝退处理。我们等的就是这东西痛痛快快地拿去仲裁了。仲裁其实并不像宋佳明说的那么夸张，因为劳动部门那边首先会鼓励企业跟员工协商解决，只是无法谈拢的话，涉及后面的开庭程序，会拖得比较久一些。果然没多久，老板亲自给我发了消息，老陶啊，都是几10年的老朋友，没必要搞得那么严重，什么事都好商量。现在公司困难，项目那边也需要你，要不你个人先回来，
薪资先不扣了，其他2人你帮我做做他们工作，象征性补偿点就算了。时至今日，老板居然还想这种歪门邪道的事，我可不是他，大家都是一起打拼的兄弟，让我背后插刀的事我做不出来。我直接回他，刘总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们只想公事公办，按照法律程序来，我们该拿多少拿多少，其他事情就免了吧。老陶，你也知道这2年形势，按你们要求来，公司直接就要垮了，你也不愿看着自己辛苦做大的公司倒吧？而且真闹下去，拖久了对大家都不好。不好意思，刘总，我们等得起，我们的家底过个2、3年总没问题。这2年形势不好，但前几年我们为你赚钱的时候，也没见你多分我们一些。刘总，做人是要讲良心的。老板不回我了，我们的案子也正式排上了开庭的日程。这期间，公司还在上班的几人一直向我通报情况，不过是坏消息一个接一个，因为一下子少了我们3位主力，公司的方案出品降了很大一个档次，有2个合作项目因为本来就是尾声，借口公司服务品质下降太严重，拒绝回款。老板又重新每天回了公司，跟宋佳明一起盯着项目，可他本身也是业务线出身，对内容方面的工作和宋佳明半斤八两。2人一道去开会，一道被骂得狗血淋头。甲方可不会管什么老板不老板的，甚至公司最大的客户那边已经提出，鉴于目前的公司表现，广告服务要提前终止。这下把老板吓傻了，丢了这个大客户，公司真的不用开了。他通过一些关系私下去疏通，但一来现在大公司已经很规范，二来确实市场下行，甲方都要把钱花在刀口上，他们半吊子的水平实在让甲方自己都没法交代。老板已经骑虎难下，花小钱招来的年轻人不顶用，花大钱找跟我们同档次的老手他又不舍得。况且广告圈子很小，同行没多久就知道了我们的情况，就算他再想找人，别人也比较忌惮。苦的除了老板以外，还有之前留下的几个年轻人，他们原本做1、2稿能通过的方案，现在做5稿都不一定能过，还要忍受老板跟宋佳明的各种责骂，各种被扣绩效。有2人已经受不了跑了，现在公司干活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小孙跟我说，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开公司？快救我脱离苦海吧，不然我也要撑不下去了。其实开公司这事我不是没想过，只不过之前因为忙着跟公司扯皮，又想着好不容易歇一阵，就也没那么急。不过2天后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让我看到了机会。电话是之前项目上王经理打给我的，他一开口就向我抱怨，你们公司那个姓宋的什么玩意，整天出的方案跟小学生一样，你们老板也是，不想着好好做项目，方案通不过就想着给我塞卡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是塞卡能解决的吗？我忍不住笑出来。老王，那已经是我前公司了。刘总老业务出身，自然也是老业务的手段。老陶，你真走了？现在去哪了？听说你们还有老许和老赵也走了。我回答他，是的，现在暂时还没想好去哪，大家都在家里休息一阵。那我跟你说个事，这回的季度方案他们没通过，大领导火了，说要终止合同。正好我们有个新项目要招标广告公司，很可能到时把老项目也并进去一起打包。你考虑一下，你们要不要组个公司来参加提报？我们公司你熟，你做的东西我们也放心，能再跟你合作是最好的了。虽说终止服务的事之前小孙跟我提过，
但王经理正式向我提出参加招标，还是让我心跳快了2拍。我问他，这回打算几家参与提报？3到4家吧。老公司碍于情面，会允许他们参加。如果你参加，虽然你们是新公司，我跟大领导说下情况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我再对外找1、2家，不过你放心，绝对没有内幕，你们也要凭自己实力。大领导一起听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我一下子年轻时的热血又涌上来，毕竟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，一听招标提报就有些兴奋。我说行，那我跟老伙计商量一下，尽快开始准备起来。我把这事和许亮跟赵阳说了，大家当即就跃跃欲试，满口说好。反正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和经验，如果项目拿下来，哪怕只有我们3个也够了，服务月费完全能覆盖我们的薪酬。而且通过这个项目，我们先熬过去，以后也未必不能做大。我们很快注册了家公司，找了套家里闲置的空房子做临时办公场地，3把老刀重新聚在一起，颇有当年打天下创业的气势。我们干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老板那边也没闲着，不过他忙的是找人。没过几天，我又接到小孙电话，他一开口就问我，师傅，你们几个还会回来吗？我很纳闷，他怎么会这么问？他说老刘这边不行了，现在新提报每天跟火烧眉毛一样，又完全没有主心骨。他听老板私下在给圈子里几个老人打电话，求他们来帮忙，但是看样子不顺，估计再不行就会找我们回去。我们当然不会再回去，已经撕破脸，更何况现在我们还有自己的大事。我暂时没把投标提报的事告诉小孙，毕竟8字还没一撇，只是对他说，我们不可能回去了。那就好，我已经递交辞呈不干了，做到这个月底。我有些惋惜，不是早说了现在外面工作不好找，怎么这么冲动？他说这可不怪他，老板下了军令状，这次的新提报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要是拿不下来，绩效扣完，工资停发。师傅，你觉得就刘总跟宋总能出什么好方案？我看公司都快散了，我没多少幸灾乐祸，反倒有些唏嘘，毕竟是当年自己打拼过的地方。小孙电话后第2天，老板真的给我打电话了，老陶，最近忙什么呢？他压根没提之前的事，就好像那些不愉快完全没发生过一样，跟老伙计们找些乐子。老板你呢？嗨，别说了，我前阵子不是身体不好又杂事多吗？没空管公司，这几天过来才知道，那个姓宋的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，什么玩意嘛？我哦了一声，静静听他表演。我已经把宋家明开了，公司发生这么多事都不跟我说一声，当初委屈你们了吧？也怪我没搞清楚事情，净听他瞎说了。老陶，你和老许还有老赵在一起吧？跟他们说下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请老兄弟们喝酒赔个不是，咱几个老兄弟再聚首，就当2次创业，怎么样？我无心再跟他兜圈子，直接回绝他，不必了吧？老刘，咱年纪都大了，经不起折腾，现在世道不好，就不拖累你了。你要没什么事，我就挂了。他沉默一会，终于把话挑明，老陶，你们也在准备新项目提案吧？虽然我说这话不太好听，但你们这不是挖公司墙角吗？况且你们3个现在还跟公司在仲裁，就还算是公司的人。这样，我不仅既往不咎，你们回来，我还分30%的股份给你们。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毕竟这么多年交情，你说是吧？我哈哈大笑。刘总，当初宋家明来的时候，你可没跟我谈交情，这事就这样吧，咱还是公事公办。说完，
我没给他机会，直接挂了电话，他也没再来找我，应该已经死心。听说后来他找了一圈，实在找不到人出方案，最后居然在网上买了一份。当初宋家明也曾鼓动我们做网上的低价方案，看来这两人的思路倒真有点不谋而合。再见到老板是在半个月后的提报会了。王经理找了4家公司，我们的新公司排在最后。等待室里，老板带着一个我们没见过的年轻人，看见我们后对我们尴尬笑笑。我早跟许亮和赵阳打过招呼，毕竟在客户的地方，大家别闹得太僵，给甲方留些面子。他们2个就像没看到老板一样，头也不抬，自顾自地准备资料。老板分了烟给我们，只有我接了。他好像见到什么救命稻草，在外面吸烟区向我感叹：“老陶，你说这是何必呢？你们开公司，运营、房租、人工都是成本，有钱大家一起赚不好吗？”我说：“老刘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想这些干啥？说起来，我们还要感谢你，要不是你推我们这一把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没想着自己出来闯一闯。”他原本脸上还带着的假笑退了下去，要说的话也咽下去了，一口接一口抽着烟。哦，对了，开庭的时间好像定了，这回也是对不住老兄弟你了。听律师说我们胜算还挺大。老板终于沉下脸，狠狠掐灭烟蒂，走了出去。我回等待室的时候，老板他们已经去提报了。老赵问我刚才跟老板说了什么，怎么看他脸黑的都快滴出水。我说也没啥，就是感谢他，没有他也没有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勇气。另外稍稍提醒了他一下，开庭时间也快到了。3人笑起来，论杀人诛心，还得老陶你啊。提报的结果是3天后出来的，但我们当场就已经差不多知道了，因为我们心无旁骛地准备了这么久，再加上跟甲方合作这么多年，他们要的我们一一做了针对性方案。甲方大领导在我讲完带头鼓掌，王经理也暗暗给我比了个大拇指。后面的提问环节特别长，几乎已经涉及方方面面的执行细节，这对我们广告提报来说就是非常明显的肯定信号。我们3个老家伙精神抖擞，将每个问题都回答得滴水不漏。临走的时候，甲方大领导跟我们握手，我知道你们之前服务过我们很多年，现在看来还是宝刀未老。我说感谢领导肯定，我们做广告服务的，说到底就是跟人打交道，只有真心付出，才能得到客户由衷的认可。甲方对消费者也是一样，无论市场环境如何，只有抱着真心为消费者服务的态度，感恩他们常年的支持，在严冬下与消费者共度难关，才能赢得他们一如既往的肯定。大领导不停点头，大手一挥，听说你们现在是初创公司，有什么困难尽管提。小王，公司是不是还有空着的办公楼，可以跟行政商量下，免费先给陶总他们使用。在王经理提醒下，大领导才意识到现在还没定标，让我到时有空再去找他泡茶聊天。3天后，王经理给我们传达了中标的喜讯，并说已经安排好给我们提供1年的免费办公区。我们非常感谢，这笔钱省下来，我招了之前的小孙和另一位得力助手进公司，他们跟着我们几个老家伙也满怀感恩，甚至表示公司初创的时候哪怕薪水打点折都愿意。我说这可不行，大家一起努力的，市场上该是多少就是多少。我们公司虽然现在小，但专注服务，也不亏待每一位员工，因为我们服务专业又卖力，甲方的回款一直很及时。
我们的新公司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每月都有些盈余。从小做大，这是我们20年前走过的路。我们也相信，随着市场稳定，我们会再次走出自己的特色。而老板那边，听说后来项目全部结束了，他关了公司，剩下的工作就是讨回之前的账款。我们几个人对他都特别关注，因为除了服务客户以外，也还有一样共同工作。开庭后向老板讨薪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